4年前的今天，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一家医院，一位74岁的老人因呼吸道疾病去世。30分钟后，这位老人离世的消息出现在全世界新闻网站的头条，一时间社会各界名流，甚至是总统都纷纷发文哀悼这位老人的离世。而拿下2届奥运会冠军的周世明更是直接哭成了泪人。相信很多压根不关心拳击这项运动的人，对这位老人的名字也是耳熟能详。他就是社会活动家，世界上最伟大的拳击运动员穆罕默德·阿里。拳王阿里的一生总共在职业生涯上贡献过61场战斗，拿下了其中的56场胜利，曾经失利过，但也东山再起过。他先后4次复出，22次夺得世界拳王头衔。1999年，他被《体育画报》杂志评为世纪最佳运动员，3次登上《时代》杂志的封面。不完全统计，头部总共受到29000多次重击，使拳王阿里从36岁起就饱受帕金森综合症的困扰。令人至今泪目的是，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当深受帕金森折磨的拳王阿里以极为颤抖但异常坚定的动作点燃奥运会主火炬时，那也是我儿时第一次在电视机上认识拳王阿里。至今，当人们在谈论起拳王阿里，记住最多的不是他作为拳击运动员的显赫战绩，而是他对于当时撕裂的美国社会的弥合。1942年1月17日，一个叫凯瑟斯·克莱的男孩出生在美国肯塔基州一个叫路易斯威尔的城市。父亲是一个穷困的画家，母亲给白人当佣人，一天可以获得4块钱的工钱，勉强维持着一家的生计。当时的路易斯维尔社区还充满了种族歧视和隔离，而这个黑皮肤的小男孩的童年就在这里度过。12岁那年，小男孩因为心爱的脚踏车被偷，去警察局报案的过程中认识了当地的警察，也是社区拳击教练乔马丁。小男孩发誓要痛打小偷的模样逗乐了警官乔马丁，于是就建议小男孩在报仇之前先学会打架。此后，小男孩在启蒙教练乔马丁的指导下开始了拳击训练，而那时这个小男孩还没有改名叫穆罕默德·阿里。1960年，已经18岁的凯瑟斯·克莱想转战职业拳击，但因为囊中羞涩，连买一副上好的护齿保护牙齿的钱都没有，于是就报名加入了能够包吃包住的美国奥运国家队。也就是那一年，在罗马奥运会上，凯瑟斯·克莱以闪电般的速度和花式步伐4战全胜，在决赛中战胜了3届欧洲冠军皮埃兹克基斯，获得奥运会冠军金牌。一夜之间，才18岁的小克莱成为了美国大英雄，也成了被追捧的对象。眼前的荣誉一度让小克莱以为这样的荣誉会改变白人对有色人种的偏见，但残酷的现实打碎了他的幻想。当小克莱炫耀地带着那枚金牌和几个朋友走进一家餐厅，结果依然遭到了白人老板的无视和驱逐。愤怒的小克莱一气之下冲出了餐厅，将那枚奥运金牌扔进了河里。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一个人的成功并不能改变一个群体的命运。奥运会之后，小克莱终于有钱为自己而战，于是正式宣布进入职业拳坛。在此后的4年时间里，小克莱一连拿下了19场比赛胜利，获得了与当时大魔王桑尼·利斯顿争夺重量级拳王称号的机会。1964年2月25日，小克莱不被看好，甚至赛前的赔率达到了惊人的1比7。然而小克莱还是跟采访的记者吹牛，说要第8回合 KO 对手。结果这场比赛打到第7回后，不想再挨揍的对手直接弃权了比赛。于是只有22岁的小克莱成为了历史上最年轻的世界拳王。这个历史直到20年后才被一个叫泰森的年轻人打破。然而就在小克莱加冕世界重量级拳王的第2天，2月26日，小克莱向全世界宣布他已经皈依伊斯兰教，并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穆罕默德·阿里。而他改名的原因是因为他认为凯瑟斯·克莱是一个赐给黑奴的名字，
他要以这样的方式向种族歧视发起挑战。拳王阿里用改名的方式直接向当时充满种族歧视的社会抗议，也被当时的美国白人主流社会视为大逆不道，甚至是在1年之后与卷土重来的桑尼·利斯顿二番战时，拳王阿里一出场便受到了全场的嘘声。不过这次拳王阿里只花了2分钟就搞定了比赛，还给历史留下了一张经典的照片。在整个50、60年代，拳王阿里因为火爆直率、为有色人种发声的性格而被黑人追捧，但也被固守种族歧视的白人将他视为眼中钉。1967年，恰好越南战争愈演愈烈，深陷越战泥潭的美国急需补充兵力支援。这时正处于职业巅峰的拳王阿里在赛前接到了强制征兵令。然而拳王阿里深知失去公义的战争只会给人民带来死亡和仇恨，于是1967年10月21日，拳王阿里公开拒绝了美国政府的征召，拒绝了去参加越南战争，并在媒体上公开发布了著名的反战宣言。这番言论在当时震惊了高傲的美国社会，而恼羞成怒的美国政府以拒服兵役的罪名对拳王阿里处以5年的徒刑，并罚款1万美元。不过最终拳王阿里是走出了监狱，却还是被吊销了拳击执照，以及剥夺了 WBA 重量级拳王的称号。3年后，随着美国国内反战热潮的兴起，迫于舆论的压力，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原判决，拳王阿里终于得以恢复拳手的资格，重返职业拳坛。拳王阿里拒服兵役的事件也间接导致了已经在美国执行了200年的征兵制改成了现在的募兵制。由于多年没有参加比赛，拳王阿里1991年和1973年分别败给了弗雷泽和肯诺顿。但在1974年时，拳王阿里在举世瞩目的非洲丛林之战中终结了已经获得了惊人的40场连胜的乔治·福尔曼，夺回了阔别7年的世界拳王金腰带。1977年，拳王阿里首次被诊断出患有帕金森综合症。1年后，也就是1978年9月，拳王阿里点数战胜了平克斯，最后一次夺得金腰带。36岁的拳王阿里宣布彻底退出拳坛。此后的30年时间里，拳王阿里饱受疾病折磨，但他仍然坚持与病魔做斗争，同时依然热衷于慈善事业。为了纪念他勇敢地为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而战，1996年8月2日，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将一枚特制的罗马奥运会金牌戴在了拳王阿里的胸前。拳王阿里的伟大不仅仅是因为他在拳台上的成就，更是因为他曾为全人类的正义而发声。好的，下一期节目想跟大家聊聊中国第1位获得职业拳击最高殊荣的拳击手——矿工拳王熊朝忠。如果你也喜欢格斗，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关注我，一个混迹在格斗圈的键盘侠。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